看到飞云隔着玻璃和奶爸贴贴，才明白她为何是公认的温柔萌妹。只见胖奶爸在给她的胖丫头下竹笋，飞云边吃边用她那温柔的小眼神紧紧追随，总算明白为什么大美云这么治愈人心。被宠着长大的宝贝怎能不温柔呢？当飞云躺木架上呼呼大睡时，奶爸看到宝贝闺女不拘小节的睡姿后，第一时间提醒，这语气像极了温柔的老父亲。但一向懂事的冯猫猫也有调皮的时候。这天奶爸来喊闺女下班回家，结果这小妞当场耍起无赖，还假装打喷嚏，无视差点喊破喉咙的饲养员。即便宝贝不听话，奶爸也一直是笑呵呵的，还跟随网络热梗喊起来公主，给了飞云满满的仪式感。你公主我回家。而奶妈更是将飞云视为自己的小孩，平日里嫌弃金虎唠叨的她，一看到飞云就化身家到不能在家的家子音。小云，我来喂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呀？来呀宝宝，哎呀宝贝，哎呀宝。都说飞云有一身毛色锃亮的缎面熊皮大衣，这可都是奶妈的功劳。她经常拿着小刷子帮大闺女打理毛发。奶妈不仅日复一日给女明星形象管理，就连梳毛也是温柔到极致，怪不得宝贝能一边享受一边干饭。要知道飞云发情期时难受万分，奶妈一听到宝贝闺女的海豚音就忍不住揪心，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安慰对方。为了彻底缓解萌妹发情期间的不适，奶妈还为这小妞安排豪华洗浴，不仅有窝窝头、竹笋和一堆小零食，还拿来各种各样的玩具供大美云把玩。而飞云也很喜欢奶妈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宝贝一进入泡澡池就放飞自我，发情期的难受和心情抑郁全都消失不见。每当飞云坐在门口乖乖干饭时，奶妈撸熊猫的手就蠢蠢欲动，摸个鼻子还不忘先请求对方同意。摸一下。摸一下，摸一下啊，乖宝，摸一下啊，摸一下啊。小白奶爸也满心满眼都是飞云。当游客的气球误入外场后，在一旁观察的他着急万分，生怕宝贝误事，一直都在焦急呼喊，恨不得冲进外场。难怪小白奶爸离职后，飞云还念念不忘，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忍不住回头看。是这群温柔的奶爸奶妈的宠爱，才养成颜值超高、好脾气的飞云。看到毛毛分娩，痛苦万分，坐立不安，才发现大熊猫的母爱同样是如此伟大。第一次当妈的大毛显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变换着姿势缓解疼痛。奶爸看到后焦急万分，却只能在产房外默默守护着毛毛。经过2个小时的漫长等待，随着幼崽的哇哇声，毛毛终于成功诞下。他也第一时间看向宝宝，这一刻的他满心满眼都是孩子，早就忘记疼痛。就在毛毛转身时，却不小心踩到幼崽。此时的他像极了做错事的孩子，只能用手轻轻扒拉着对方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宝宝用求助的小眼神看向饲养员，奶爸为了幼崽的安全，赶忙利用工具将宝贝带出来，临走还不忘安慰因为踩到孩子而自责的毛毛。奶爸本想将小家伙带走人工哺育，但他看到毛毛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还是没忍住将幼崽还给对方。可对方没有任何带娃经验，毛毛眼睁睁看着孩子打滚，却不敢动手。饲养员们只好用胶管再一次带走孩子。奶爸抱着小宝宝守护在毛毛身边，直到对方躺在地上做出喂奶的动作后，这才将幼崽放心交给妈妈。他这次一改刚才的不知所措，居然会主动抱起来，还不断舔舐孩子的毛发。宝贝虽然是第一次当熊猫妈妈，但她身上的那份母性光辉却是有目共睹。随后饲养员带着幼崽去检查身体，确认对方身体健康后，将小家伙送到毛毛怀里。毛毛一把接住奶妈刚刚送来的孩子，他带娃的同时还有些迷茫，心想我不就是个宝宝吗？怎么还当上妈了？饲养员见状也没有离开，他生怕刚刚生产完的毛毛心情不好，便在旁边耐心陪伴着带娃，还一个劲唠嗑，想尽办法哄对方开心。对于奶妈来说，毛毛何尝不是自己守护的孩子呢？她看到宝贝委屈巴巴的样子，也是心疼不已。直到幼崽成功喝上奶，饲养员这才放心离开。虽然毛毛有些不知所措，但他给小家伙喂奶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技能。母性超强的他不吃不喝也要专心带娃。奶妈心疼一直抱着孩子喂奶的毛毛，没多久端着营养液来到内舍，还将盆盆递到宝贝嘴边。他还趁毛毛认真喝奶的时候赶忙拿走孩子，只为对方能够安心喝奶补充体力。看来奶妈疼爱闺女，和毛毛对幼崽的爱意也是同样的。没想到大熊猫身上也有这么浓厚的母爱，毛毛身上有着其他动物没有的母性光辉。见过比大学生眼神还清澈的国宝吗？胖大海从小到大都不是一般熊，小时候的他委屈巴巴躲在墙角，长大后苦学技术编鸡笼，明明体型壮如一座山，却喜欢对着奶爸奶妈撒娇个没完。事实上，这小子从刚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注定他有着不平凡的一生，不仅用一声狗叫震惊奶妈，还是同龄滚滚们中与众不同的存在。别的小熊猫都是白白净净的毛绒玩具，唯独胖大海又红扑扑又大，都把小家伙尴尬到缩头缩脚，内心 OS 我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小一点。
或许是因为格外显眼的身材，胖大海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后，逐渐内向。性格孤僻的他总是独自一雄行动，经常蹲在小墙角玩妈妈的青团，即便弄得满身都是疤疤，也是笑嘻嘻的。难怪这小子人送外号史大海。然而看似是个爱熊的胖大海，内心却是妥妥的搞笑男。当奶妈在打扫卫生时，特意给他唱歌。宝贝原本还想给对方个面子，即便自己困到睁不开眼，也在极力配合。或许是因为奶妈的歌声太魔性，宝贝到最后装都不愿意装了，直接向后一倒，装作呼呼大睡的熊样。当其他熊还在吃竹子的时候，胖大海已经用竹子掌握好几门手艺活，不是背着竹笼找饲养员要零食，就是化身包笋机器。只可惜包完的笋子全进了妈妈英华嘴里，亲妈粉至今没想明白这小子为啥胖。不过英华在关键时刻还是很爱孩子的。每当调皮的胖大海爬树看风景，他就待在树下默默等待着接好大儿回家。宝贝看到英华后也会马上下树，母慈子孝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只可惜没多久，中心爆发犬瘟热，北洞担心小家伙的安全，便提前召回。刚满1岁的胖大海就这样离开饲养员，和妈妈独自远赴北洞。久久没有适应新环境的他，总是躲着新饲养员孤零零趴在树上，直到隔壁的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出现。这小子整天被萌兰缠着唠嗑，对方还投喂过新鲜竹子。原本还内向拘谨的胖大海逐渐被治愈，宝贝不仅学会了萌兰同款咬手手，还化身北洞第一显眼包。平日里不是对着姨姨们疯狂扭屁股，就是和院子里的乌鸦斗智斗勇。自从不速之客弄坏自己的阿贝被胖头鱼后，胖大海就彻底和恶霸乌鸦结下梁子。每当发现对方来自己的院子，他就打起12分的精神，恶狠狠盯着，总感觉这小子下一秒就要扇过去了。胖大海简直就是天选搞笑熊，从小到大的熊生履历都很精彩。看到奶妈被于可于爱扑倒，动弹不得，才发现可爱的萌兽究竟有多危险。这天奶妈拿着胡萝卜去外场投喂2小只，不料撒娇男熊于可一心只想跟对方玩，只见他直接朝奶妈扑了上去。凑热闹的艾姐也立马赶来，奶妈就这样被兄妹俩死死压制。平时还以为于可于爱都是小小一只，直到看见奶妈被俩熊埋没，才意识到危险性，就连她的鞋子都被淘气的兄妹俩挤掉了。幸运的是，2个小家伙只是想要抱抱亲亲，奶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威胁。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拿着笋赶来，奶妈成功挣脱后，还不忘回头看一眼2个小家伙，生怕于可于爱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摔倒。本以为这位奶妈会去医院检查，没想到她在下午继续上班照顾2个小家伙，足以可见虫洞饲养员对熊猫有多负责。要知道滚滚们对自己的体重毫无概念，对于于可来说，她扑倒奶妈和兄妹之间打打闹闹没什么区别，不知道无意间的动作可能给饲养员带来致命危险。旅居国外的喀秋莎同样也是如此，别看这小家伙呆萌可爱，实则身上流着野熊血统的他凶猛无比。前几天大鹅奶爸就被小乌拉抓伤，不仅手掌有好大1道口子，就连肚子上也全是这小家伙抓的痕迹。这下总算明白饲养员看到喀秋莎卖萌能忍住不抱，甚至一看到对方拔腿就跑的真实原因了。事实上，熊猫伤害饲养员的事件不在少数，就连脾气很好的福宝也发生过不止1次。旅居韩国期间，福猪猪和饲养员关系很好，即便如此也抵挡不住这小家伙动口。这天宋爷爷正在和福猪猪玩闹，原本是岁月静好的温馨时刻，却不料宝贝孙女突然咬住对方的手臂。虽然福宝只是想开个玩笑，并没有用力，宋爷爷也能笑呵呵地阻止孩子，但这一举动还是把在场的游客们吓得不轻。当老宋想要将竹子放在竹筒时，在一旁观察的小福突然冲过来飞扑爷爷，幸亏宋爷爷躲得飞快，不然难以想象福宝这一巴掌的威力有多大。还有将饲养员咬成重伤的喜妹，其实是宝贝一开始误以为对方要带走幼崽，才忍不住向自己的奶爸动口，而为奶爸获救后直接去医院急救，但是输血前后就有4000毫升，就连自己的四肢的肌肉也被咬烂。可他醒来后还笑呵呵看着喜乐母子的照片，只能说熊猫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危险，可他们并没有恶意，饲养员更是将滚滚们视作自己的孩子。